那今天来到我们这整个系列的最后一次分享，我们讲到实体人工智慧。实体人工智慧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它可能跟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自驾车、机器人这些其实都是未来大家一定会接触到的东西。未来我相信大家都会坐到自驾车，不管是自己开还是给机器开。未来大家可能家里面也会有多少会有一些各种机器人，未来不是现在，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跟大家的生活真的是有高度相关的。即使你可能没有用 GPT，但是未来你总是会上路会开车嘛，对不对？你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实体人工智慧。那为什么要有实体人工智慧？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数位 AI 有什么盲点呢？它为什么没办法做好所有的事情呢？因为数位 AI 呢，它例如说 GPT 这种算数位 AI，它其实主要是靠网络文字、影像来做训练。它在网络上收集大量的文字、大量的网页，它可能翻印了大量的书籍然后看了大量的图片、大量的影片。但是它再怎么厉害，它都不会有一个实体的身体在那边帮你扫地。它即便不扫地也算了，它甚至没办法去改变世界，它没办法去改变实体世界，它没办法改变实体世界，它没办法去影响实体世界的运作，它也没办法去感受到实体世界目前，哎，这边有个水杯在这边快要倒了，它没办法感受到这件事情，它没办法去帮你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它就只能跟你对话，只能跟你在那边辩论。啊，那而且有个更糟糕的问题是，它的本质是文字接龙。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它本质是文字接龙，就是它学习大量的文字的规律之后呢，它就模仿人类讲话。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讲不好听一点，就是几率鹦鹉，它就模仿人类讲话而已。好，可是呢，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很多时候是需要人类的尝试 common sense 来处理的。然后我们那些事情呢，也需要体感的互动，例如说把一个杯子捡起来拿去水槽洗，或是帮我收一下桌上的垃圾等等的，这些都是体感的互动过程中，你才知道去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这个模型呢，它没有那些实体世界的物理常识、因果常识都没有。他没有拿过杯子，他没有捡过垃圾，他也不会真正的去理解那些物理的定律所以这只几率鹦鹉它能够做的事情其实是很有限的。那所以科学家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希望机器人去帮我们做家事，是因为我们人类可以去写诗，可以去画画，可以做一些让我们开心的、轻松的事情。结果现在却变成机器人在帮我们画画，在写诗，我们人类就负责做家事，好像反过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对电脑来说，它要展现那些高阶的抽象的智慧，那些非实体的智慧，其实非常容易。但是它要展现人类的低阶本能，例如说动手动脚、捡垃圾那些低阶本能，却很困难。为什么高阶的智慧这么容易呢？相对来说，对于电脑来说特别容易呢？因为像西洋棋啊，或是数学计算啊，或是象棋啊，或是翻译语言啊，中翻英、英翻中那些人类看起来好像是需要高度聪明才能够做到的事情，需要念到高中、念到大学才会做到的事情，电脑可以轻松做到非常非常好的水准。为什么？因为那些任务呢，他们在背后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他们背后都有严格的规则，或是清晰的逻辑、清晰的符号逻辑。他移动这个棋子，他讲这个字，讲这个句子，他用这样的数学定理去计算，那些都是有严格规则跟清晰逻辑的。那电脑就很擅长去遵守规则，它也很擅长去高速的计算，去把那些符号全部兜起来，然后展现出一个很完美的符号逻辑。对他来说，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低阶的技能呢就很困难。例如说，怎么样叫低阶技能？例如说，我们走路，像小孩子，他可能2、3岁就开始会爬行、会走路，他也可以辨识妈妈的情绪，妈妈是不是快要爆炸了？他可以捡起地上的玩具，跟宠物来一起玩。这些是小朋友几乎不用学，
就可以自己会的东西，它是本能就会的东西，机器很难做到，非常非常难做到。为什么？因为那些看似很容易的那些感知的技能啊，身体的技能、手脚的技能、空间的运动、触觉的这个回馈等等，是人类经过了数十亿年的演化才写到我们的神经里面的本能，那是本能。我们经过大量的演化的过程才学到那些本能。那它背后的资讯量其实是很大的啊。我们要去，例如说捡起一个玩具，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复杂。你的手脚要动嘛，你的手指要动，手指有特定的角度，你要知道怎么去运作你的手指。它背后的资讯处理量其实是很大的，而且物理复杂度也是很大的。你的手指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机器人到目前还没办法好好做好这件事情。嗯，好，所以我们没办法停留在虚拟的 AI、数位的 AI，我们希望它可以是一个实体 AI，可以慢慢的学会这些我们人类透过演化才学会的事情。所以它必须要有个什么？要有个身体，它要有个真正真实的实体的手、实体的脚，它可以看到世界，不只是看到世界，它的手脚还要能够动，所以就会诞生了这个议题，叫 embodied AI。那中文翻译可能叫做具身 AI、具身人工智慧，或是中国大陆讲具身智能，具有个身体的具身哈。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重点在于说，把所谓的数位 AI、虚拟 AI 的大脑模型哦，透过身体在真实物理世界中去感知、去感受到外面的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要去拿什么样的东西，他要在这过程中可以学习，也就是说，他可以演化了，他可以开始跟实体世界互动，并且来演化了。那这个学习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会犯错。他犯错之后，他就可以修正，知道怎么修正他的误差，然后透过这个身体跟环境的双向互动呢，一边试一边学，一边进步。那试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触觉的回馈啊，例如说他手脚上的 sensor 感测器会触觉回馈，知道他这个杯子是不是捏的太大力了，这个拿张纸呢是不是拿的太大力了，好，他可以去控制他的关节，控制他的这个速度，控制他的力气啊，他就可以去学习去演化。那像自驾车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它可以去感测周边的路况，例如说，旁边一台车开得太快啦，旁边一台是大卡车啊，哈，它可以去追踪这些路况，然后并且及时的判断它现在要怎么开，好，所以这个就是跟实体世界的互动了，好，那在这互动过程中呢，他就学会怎么样在复杂的道路上呢，帮你做出决策。那你就可以把手放下来啦，你就不用再去握方向盘啦。好，那甚至我们可以在复杂的山路上，那种狭窄的山路上，可以交给他去会车哦。之前有看过影片，特斯拉在狭窄的山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壁，它前面有一台车子，那个路超小的、超窄的，它可以在里面自动的会车，闪避山壁的阻碍，闪避对向的来车，它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好，这个是数位 AI 做不到的，它必须要有实体的感测器、实体的方向盘，它才可以去控制它跟周围实体世界的互动。好，那机器在这过程中呢，它就感知嘛，感知周围的感知周围的环境，理解目前的周围环境的状态、实体的状态，并且推理，那接下来它要往左边走还是往右边走，然后开始执行它被人类赋予的任务，例如说，它要在仓库里面呢，根据这个物品在输送带的位置，或者是根据这个物品在货架上的位置，它要跑过去那边。然后决定就是说，哎，我要拿哪个物品，然后把它拿下来之后呢，绕过其他的机器人，走到他该去的地方。他的过程中都是他自己去感知、自己去调整、自己做执行，并且自己做学习。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如果不这样做，如果没有实体的世界的互动呢？他能不能只靠网络上的图文资料？你想说，YouTube 其实也是很多影片，对不对？也是很多人类拍的影片嘛。好，那些能不能拿来训练机器人？机器人可不可以从里面学到？哎，他就看着人类这样做，他也跟着这样做。因为其实影片上还真的蛮多资讯的嘛，对不对？有办法嘛？
可能没办法。他想到一件事情，那些影片很多是第三人称视角，非常非常少的影片是第一人称。所谓第三人称跟第一人称是说，我一个摄影师在旁边拍一个人怎么做，我们可以拍到这个人的全身，拍到这个人的手脚，拍到这个人周遭的环境。但是呢，第一人称视角是讲说我从执行动作的那个人的眼睛里面看出去。好，网络上的这种第一人称视角影片呢非常少。可是机器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你说它是第三人称视角还是第一人称视角呢？它是第一人称视角，他不是摄影师，他是执行任务的人，他看到的画面是从他眼睛从他的头部这边看出去的画面，所以他是第一人称视角。这个这种训练资料在网络上其实是比较少的，比较少，所以你没办法单纯的靠网络上取得图文资料去训练一个 AI，然后讲说，哎，我在训练过程中我不需要实体的互动，不需要实体的试错，不需要实体试错过程的学习。没办法，因为网络上的资料不是第一人称视角，我们需要第一人称视角啊，所以它需要一个真实的机器人去实际的做事情啊，然后收集到第一人称视角的试错的影片。好，那人类的尝试其实是透过身体跟世界互动学来的啊，那个也不是网络上那些文字资料啊能够完整的描述啊。你没办法用文字资料去描述什么叫杯子掉在地上，然后变成碎片，然后接下来你要怎么去拿这个杯子，你要怎么避开这个碎片，这个有太多细节了，太多实体世界的细节了，你没办法去巨细靡遗的描述那么多细节，因为他在过程中啊，他要知道怎么去控制手嘛，怎么知道怎么控制脚，怎么去移动到杯子那边，然后避开碎片。要怎么去点火烧这个纸啊？怎么去推这个箱子？你的文字其实描述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没办法描述这么多实体的物理上的细节。好，可是人类是透过身体跟世界互动学到这些细节啊，那个不是言语能够描述的。所以数位 AI，数位 AI 这是这些虚拟的 AI，它如果只停留在文字层面啊，文字游戏玩文字游戏，它是没办法去累积对于实体世界的因果常识的。他不会知道说像这个玻璃杯丢在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没办法去真正了解到这个点火点下去靠近那张纸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比较没办法去深刻的认识到这因果常识这些物理的规律。好，所以我们就要让这个机器人在环境中自己去生成第一手的物理的规律，然后它实际的去体验这个物理规律，第一手第一个视角去体验物理规律。好，所以我们要让 AI 有这些感测器啊、马达，才能做到这个所谓的具身智慧、具身智能，好，让它在实体跟物理的约束之下去进行它的训练，好，学到它的神经网络该怎么建构。好，那这个其实训练过程跟我们之前讲说训练 GPT 的过程其实很像，它只是说现在输入的资讯来源从虚拟的文字、图片变成实体的物理的这种互动的经验的啊，它只是输入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它一样是靠我们训练，一样是靠机器学习，一样是做训练，一样是从错误中去调整它的神经网络的参数，一样，它只是说输入的过程中虚拟从数位变成实体，变成物理的世界的。好，那这个东西对于 AGI 来说很重要。什么是 AGI 是通用人工智慧。通用人工智慧是一个现在大家都很关注，但是它目前还没有真正诞生的一个议题。它还不能说存在啊，但也许未来会存在，也不知道几年之后会存在。这什么意思呢？AGI 是讲在任何任务上面，特别是智力任务上面，这个 AI 呢，或者说这个机器人呢，可以做到跟人类相当，甚至超越人类的一个一个表现哦。它可以去有逻辑，它可以创作，它可以有尝试、有推理等等，而且它还要能够理解实体世界的运作规律。例如说刚刚讲的，哈，你要知道怎么在桌上收拾垃圾，你要具备世界的常识。例如说，哎，我叫你去收垃圾，那什么叫垃圾呢？手机算不算垃圾？一个揉成一团的废纸算不算垃圾？它要具备这样的常识，他要知道怎么去拿这个杯子，杯子拿歪了，里面水会导出来。他要知道这个基本的常识 （common sense），
它能够执行人类做的事情，那些劳动。那接下来我们人类就可以坐在旁边看电视，然后他去做家事，对不对？这个叫通用人工智慧的目标哈。那它如果没有跟实体世界互动的话，它就没办法建立这个感知跟实体动作的循环，就没办法真正建立一个实体世界模型。没有实体世界模型，它没有实体的知识，它就没办法做出 AGI 了。因为 AGI 的一部分就是它要跟实体世界互动，它能够做到那些事情。好，所以我们说 embodied 的 AI 这个具身智慧、具身人工智慧、具身智能是通往 AGI 通用人工智慧的一个必要的一块，它是一个必要的拼图，它不是只有一个能言善道的 GPT 而已。好，那你想说，哎，因为我们要个机器人没有错，可是我们地球上不是已经很多机器人了吗？工厂里面很多机器人啊，对不对？你多多少少也看过一些机器人嘛，对不对？好，在电视上可能不是亲眼看到，在电视上你会看到嘛。工厂里面有很多机器手背，例如说我们在制造汽车的时候呢，我们有大量的机器手背去帮车子做焊接、做涂装啊。它跟那机器人的手背呢，其实打得非常的准哦。它可以在车窗边边啊，在车门边边那个缝隙里面帮它做焊接，然后它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涂装，涂上那个油漆啊。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做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那些传统机器人其实它是基于固定逻辑的，固定逻辑，就我们人类先把那些逻辑先写好，先写死了，讲说，哎，你这个手背要怎么移动？好，手背移动到这边呢，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力气？要打出什么样的焊接或是涂漆？好，那些都是固定逻辑，那些都是稳定的、重复的、结构化的，特别是结构化这件事情，它都是在结构化的环境中做出结构化的任务。它可以表现得非常完美。可是问题来了，问题就是这些传统机器人，它要解决的是一个确定性环境下的重复任务。确定性环境下，这个很重要。确定性的结构化的任务，然后例如说刚刚讲汽车制造那个点焊呐，好，那个需要精准的重复性啊，强大的力量跟速度，这它是 OK 的。而且它还非常可靠，可以非常耐久，这是它 OK 的，它也可以抗酸碱是 OK。但是呢，问题来了，它就是不会推理，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推理，那他也不能换场景，他不能说换一个场景，你知道，哎，我刚刚在帮这个 BMW 上漆啊，接下来换到一台，比如说 Focus 车子型号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他能够自己推理讲说，哦，刚刚车门是这样点焊，那我现在换这一台呢，车门也在这边，好，车门可能换个角度了，我换个角度自己去决定说我要怎么点焊，他没有办法，他没办法换场景。他没办法换场景，除非人工重新去帮他写实那些，帮他更改那些逻辑，更改他手部的运作的方式，不然他没办法换场景，他也没办法做推理。那这台车稍微歪一个角度，他自己讲说，哎，我好，因为他车是歪了一个角度，所以我这个手背呢也自动的去歪一个角度，找另外一个角度进去，他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传统机器人它的能力其实是受限的，瓶颈，它瓶颈在那边。那他没有尝试推理，他也没有物理因果判断，他也没有开放世界的泛化能力。什么叫开放世界的泛化能力？例如说，我们今天买了一台机器人放在家里，啊，这机器人就来到你家，他当然之前没有来过你家，他在工厂做出来，他没有来过你家。啊，那你说你家是一个标准化环境吗？当然不可能。啊，你家的状态呢，每秒其实都在变化。那对于他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开放世界了，这是一个开放世界。他不知道垃圾会出现在哪边，他不知道你的咖啡杯会放在哪边，那所以他就没办法去面对这个复杂的动态了哈。可是我们真正期望的是一个机器人，它可以面对家里的混乱、家里的非结构化，哎，小孩子把玩具乱丢了，他可以看到这个未曾见过的世界的时候呢，他还是具备一定的泛化能力。通用的能力，它能够分辨什么样叫垃圾，什么样叫玩具，它可以把垃圾丢掉，把玩具放在玩具箱。对他来说，这是非结构化的任务。一开始没有讲好的，没有跟他先讲好的。
好，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那个机器人，其实是要可以理解你的任务，理解你跟他讲话哈。那你可能想说理解大概没问题，因为我们跟 GPT 已经可以对话了嘛，对不对？所以理解可能没问题。可是呢，它接下来需要跟环境互动，它需要能够跟实体环境中的线索互动，然后去学到常识，学到你家有一些规矩嘛，对，你的家里有一些规矩，东西该放哪边，那学到这种常识，然后进行推理。哦，依照你的规则，因为你家特定的规则是这样子，哦，他就依照你家规则来做他的任务，来做规划，规划他的家是该怎么做。那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能够把整个任务目标拆解成多个子任务。好，首先把玩具收好，接下来开始打扫，然后接下来拖地，好，那接下来去把那个扫把弄干净，然后去倒垃圾等等，他能够拆解多个子任务，并且在过程中呢，他会发现，哎，哦，他在这边可能暂时不知道扫把在哪边，哦，他尝试跟你呼叫，然后取得扫把，他可以察觉例外，这是他的理想，他可以察觉例外，然后修正错误，并且更换场景。这个是传统机器人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传统机器人都要把所有的逻辑、所有的动作都写死啊。所以未来机器人其实应该是要这样子，这个叫做实体的 AI 的目标。好，它可以在开放性场景中察觉例外、修正错误、更换场景，做好你的任务，做好你给他的任务。好，那当然呢，他要做到这样的任务，他需要看见世界嘛，对不对？他要眼睛，要眼睛看见世界。那看见世界，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发展了很久很久了，发展了数十年。这件事情还不算太困难，单纯的看见世界不算太困难哈、哦。例如说，我们有 camera，有摄影机，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周边环境是什么样子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哦，这个玩具的颜色是什么啊？哦，这个是一张废纸。啊，这废纸上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字，啊，那这个是属于玩具，这是属于垃圾，这是属于咖啡杯，它可以分辨这些东西，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啊。它甚至可以用光打或是多个角度，例如说双眼的摄影机，去同时拍一个物体，知道哦那个玩具是比较远的，所以我要走过去拿。哦，这垃圾是在我脚边，所以我就直接伸手下去拿就好。它可以算出这个点的距离，距离它多远啊？那它可以看下面这张图，下面这张图它就会在大脑中呢，它的电脑的大脑中呢，建立一个密密麻麻的立体坐标点，这个叫3D 点云呢，它就知道说每个物体大概在什么方位，距离多远，这个 x 轴、y 轴、z 轴，它大概可以建立出这样的一个轮廓。这个也是自驾车依赖的啊，单纯靠视觉的自驾车特别依赖这个东西。他要知道说行人在哪里，其他车辆在哪里，哈，那接下来他要怎么走，这个到目前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但是单纯的识别那个物体在哪里，识别物体是什么，其实是不够的，这个是不足以让他做到刚刚那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更厉害的模型，需要更厉害的模型。好，那更厉害的模型要做什么事情呢？那这个就是视觉语言模型，这是一个重点，这是一个重点。那这个东西跟刚刚有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呢？它这个模型，它是把像素，也就是画面中的每个 pixel，画面中的每个点，对应到语言概念。好，而且透过尝试，这是重点啊，透过尝试去理解更完整的、更细致的属性。就不是单纯看到而已，也不是单纯辨认而已，它里面要有尝试，要有 common sense，要 common sense。例如说，我们看下面这张图，这个例子啊，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它有个桌子嘛，有个桌子上面有，例如说有北京仪电脑，然后有你的咖啡杯，有你的手机，有闹钟，有一个笔筒，还有一个笔记本，好，有一个笔记本。然后接下来人类就可以问一个问题啊，问说里面哪一个东西可能会让你的电脑短路？这个就不是一个单纯辨认的问题啊。对，它可以辨认出闹钟，辨认出手机，辨认出咖啡杯，可是它没有 common sense 的话，它是没办法回答里面哪个东西可能让你电脑短路。那答案是咖啡杯嘛？对，咖啡杯如果翻倒之后呢，你的电脑就会被咖啡浸湿了，然后你电脑就短路了，就坏掉了。所以这个 VLM 其实是视觉跟语言跟尝试绑在一起的模型，它是整合训练的。好，那机器人要有这个视觉语言模型，
他才可以知道说，我现在请他把桌上收好，收好过程中，他要知道避免把咖啡杯弄倒，他要先辨认出咖啡杯，并且知道咖啡杯倒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小心的处理咖啡杯。好，那他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学会这 common sense 嘛，对不对？他要知道说这个杯子是纸做的杯子还是陶瓷做的杯子，要看那个形状，然后建议 common sense，哎呦，我长这个样子的杯子应该不是纸杯，应该是陶瓷杯，所以他拿的时候呢要多出一点力气。如果纸杯的话就要轻一点，不然它破掉。好，那太用力太轻的话都不行，所以他要这个 V 人就跟他讲说，哦，这个杯子的属性是怎么样，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会有更完整、更细致的属性的辨认。啊，而且他去看很仔细看，哎，这个杯子里面有没有装水？这个杯子的重心在哪里？它可能是一个歪七扭八的杯子，不是那个正圆锥体的圆柱形的杯子。好，它有个重心可能偏左边、偏右边，重心在哪里？他去判断，然后去判断倾斜几度水会洒出来。他能够判断这个事情，他才可以去控制他的动作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他需要的 VLN，也就是视觉语言模型。好，那它在过程中其实可以细分为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空间推理，空间几何推理。他会发现玻璃杯在笔记型电脑的旁边啊，在前面啊，它如果横向推开的话，或是往前推的话，它可能会撞翻。好，这是空间几何推理，他知道这空间关系，这不是单纯辨认。另外一个是物理状态推理，啊，物理状态推理，看这个杯子里面是什么液体啊，它是热水还是空的，这是物理状态推理。然后再是因果链关系，他要看看，哎，这个机器人如果把这个杯子里面的水打翻，会发生短路，或者说他看上一秒的影片，发现，哎，这个水杯刚刚才倒入水，所以水杯里面是有水的，或是刚刚才倒入咖啡，所以水杯里面是有咖啡的，它是一个因果关系。他可以看这个影片的前因后果，他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它会标记起来，然后这个杯子刚刚倒水进去了，所以现在这个危险的物品，它可能会打翻。好，所以视觉语言模型其实要做这样复杂的推理，就不是单纯辨认。好，所以你看右边下面啊，右边下面它有一个括号 think，他就讲说，哎，他在辨认过程中呢，他就自己推理啊，讲说，这个 image 啊，它有一个桌子在那边啊，它上面有很多物品啊，包含一个笔记型电脑，包含咖啡杯等，他开始做推理，然后最后你看最后最右下角那边，他就有 answer 讲说，哦，现在有一个坐标，例如说379、336、558、520，这个坐标就是那个会造成笔记型电脑短路的物品，他就把它标出来了。好，它可以标出它的坐标。好，那标出坐标就够了吗？标出坐标还不够，对不对？光标出坐标，那只是在数位世界里面活动的 AI 而已嘛，对，它要跟实体世界互动，所以光标出坐标是不够的。接下来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任务与运动规划系统啊，就右边那个绿色框框，Task and Motion Planning，它要把这个坐标交给机器手背，或者交给机器人啊。那接下来呢，机器手背就依照它给的坐标、给物体的尺寸，然后也给它目前机器人的状态，机器人手背目前的角度是怎么样，目前这个爪子是开的还是闭的，好，然后物体距离多远，那我们就把这整个坐标都建立起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精确的3D 坐标、物体规格，啊，先拿这个，例如说这边拿一个苹果，或是拿个杯子，把这物体规格跟机器规格、机器人手背的规格，好，这个机器人手背应该怎么控制？它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角度？它有哪些手背？手背上有几个关节？有6个关节，啊，它可以旋转，可以横移，可以往前，它有很多个关节可以运作，啊，把这些资讯呢，全部交给这个 TAMP 啊，这个任务与运动规划系统。交给他之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规划了哦，依照你现在给的规格，好，我接下来要移动手背，要怎么移动呢？往右边多少公分，往前面多少公分，爪子先打开，然后移动到那个物体上面，然后轻轻的用什么样的力量把那个物体扣住，然后拿起来，然后拿到旁边去，啊，再放下来，他可以做这个任务的规划。所以这个 VM 它需要搭配 TMP 啊，一个是做判断与任务分解，
一个是负责实际的执行啊。所以 VLM 的价值，这个视觉语言模型的价值在于判断场景，依照场式来决定这个任务要该怎么分解，先拿什么东西，不要碰到什么东西，分辨出桌上有哪些物品是真的要收拾的哈。他就把这个整理桌面这个大任务，这个 high level 的高阶的大任务了，人类给他的大任务呢，拆解成几个小任务啦。好，手机要留着，废纸要丢掉，咖啡杯要回收等等。啊，所以这样就整合起来了。可是呢，这个还是有个问题，这个流程会不会太啰嗦一点？会不会太复杂一点？这样没办法整合在一起做最佳化了。现在变拆两个嘛，对 v 人自己先做好，然后 TAMP 要再自己做，那能不能整合在一起？整合在一起速度会更快，对不对？而且更好最佳化，更好去把整件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就有另外一种做法了哈。我要把这个整个感知跟决策跟行动给它打通，因为真正的通用智慧的大脑其实是要在动态不确定性的复杂环境中呢，自主的完成任务。你想一下哦，你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在大脑中你有算过 XYZ 坐标吗？没有吧？你在拿杯子的时候，你有算过 XYZ 坐标吗？没有吧？你从来没有算过坐标。你会去想说你的手要出多少力吗？没有吧？你都很自然的看到那东西，就手就过去拿了。那你在过程中呢，也就看嘛而已啊，就只有看嘛，对。好看，那大脑中可能快速的计算，那些本能的计算，你没有真正的去算坐标啊，所以我们也有另外一种做法，除了让 VLM 搭配 TMP 啊，就是视觉语言模型搭配任务与动态规划这个模组之外呢，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我们直接训练模型，跳过中间复杂的几何计算啊，这个坐标什么都不要算了，我们直接看到苹果在那边，看到杯子在那边，直接就决定我这个动作要怎么做了，可不可以？理论上可行嘛，对不对？理论上可行，因为我就知道它在哪边了嘛，我也知道哪个要拿，哪个不要拿，哪个可以碰到，哪个不可以碰到，力气要做多少，所以我们就可以训练这样的模型，这样就可以打通这个感知感知周围的环境，感知它的位置，决策我要拿什么东西，要怎么拿，然后并且做出行动，决定我这个机器手背的参数要怎么下，所以 VLA 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视觉语言行动模型VLA，那就把这个 VLA 决定的抓取废止直接变成手背的关节角度了那我们看看右下角这边，你看右下角这边就是一个蓝色框框是 user 它就是讲说清理这个桌子把这个桌子扫干净，然后这个 Open VLA 呢，这个模型呢，VLA 模型，它就会吐出那个 X 轴，然后要往哪边走，然后旋转什么角度，然后机器爪子要开合多少，它就把这个决定吐出来了，直接一步到位这个模型就直接一步到位。那它在训练过程中呢，当然它需要很多的实际的机器手背的操作的这个过程嘛，对不对？它需要这些训练资料，它才给训练所以你看左边就会给它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机器手背的训练资料那过程中就会看到各种机器手背要怎么移动然后依照任务要移动去哪里，它就有大量的训练资料，然后中间训练完之后呢，它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Google DeepMind Google DeepMind 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RT2 的 VLA 模型，它是第一篇论文证明文字尝试可以直接映射到实体动作空间。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它先用大量的网络上的影音资料，学会很多常识，然后呢，再搭配一些机器手背的训练资料，他发现，即便是机器手背训练资料里面没有教过的事情，他也会做了。他可以做 transfer learning， 他可以转移那些常识。例如说，现在指令是是拿那个消灭恐龙的工具他机器手背当然没有学过这种事情嘛，他机器手背的训练资料里面没有学过恐龙，也没有学过陨石，但是他知道
陨石撞击恐龙，让恐龙被消灭了。他知道这个常识，因为影音资料有，网络上的收集资料有，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就知道哦，桌上的陨石玩具、恐龙玩具里面要先拿陨石玩具去消灭恐龙。他可以学到这样的算常识啊，算常识。那这个是靠迁移学习，他可以从网络上的资料、网络上影音资料学到这些事情。然后另外，他也依赖机器手背的训练资料，学会怎么去控制这个机器手背。所以两件事情绑在一起，他就可以把整件事情做好了。啊，RE2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这个论文的引用数好几千呢，好几千。好，但是既有的模型还是不够。我们刚刚看哦，VLM 是讲说，哎，我现在辨认你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有基本的常识，知道这个任务怎么做拆解，怎么做规划。那 VLA 呢，更进一步就是不是只有辨识、拆解、规划，它还可以输出动作，但是他们都不够，他们都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刚刚都没有讲到嘛，对不对？我刚刚只有讲，我给你个任务，你去做。不管是直接输出这个 action，直接输出机器手背的 x y 轴该怎么动，或是输出一个 parsing 之类的，不管它输出什么，反正他们都没有在做预测，没有预测说我现在捏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会预测。为什么要预测呢？因为他必须要先做规划嘛，对，那必须先做规划。如果说他没有预测的话，他就不知道这个夹子到底要用多少力气，然后杯子会不会碎掉。如果毛巾去拧毛巾，毛巾会变形会出水，好，那物品会掉到地上，会弹跳到远处。如果说你松手的话，他必须做这个预测，他才可以做更好的训练，他才可以在脑中先模拟他到底该怎么走。啊，所以那些模型都只有说出动作，但是没有说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有个模拟世界的模型。我们是要进展到模拟世界模型，不是只有听你讲话，然后我来做事情，我还可以模拟世界，我要模拟世界。好，那你之前可能有听过 Sora 或是 Veo 这种生成影片的模型嘛？现在网上很多 AI 生成影片的，有的做的还真的不错啊。你想说那些模型都可以生成影片了，不是吗？那既然它是可以生成看起来很像真实世界的影片，那它能不能拿来做一个模拟世界？就电脑就看了这些影片，拿来学习？哦，没办法啊，其实没办法，因为那些影片呢，它是基于扩散模型。扩散模型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哈，扩散模型它就是给一个杂讯，然后它生出一个看起来有模有样的影片或是照片。那些模型其实是在计算画面的几率，它不是拿来训练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它的物理变化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你可能会想说啊，那个影片里面也是有一些物理的变化嘛。这个人踩到这个地板，地板会动一下嘛，对不对啊？这个人打到那个妖怪，那个妖怪会变成两半嘛，哈、它也是有些物理变化，对不对？可是那只是看起来有点像而已。这个模型 Sora 模型或是 Veo 模型，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把力考虑进去，没有把物理变化考虑进去，它单纯就是什么样的提示生出什么样的画面，他没有考虑那个力，它只有提示词跟像素跟 pixel 画面的 pixel 画面的像素。那如果说你今天给他一个新的提示，是他训练资料里面没有的，例如说，像一群人用全力来打击一颗密度极高、重达20公斤的黄金排球，你说他会生出什么样的画面？他可能没办法好好去模拟这个力啊，这个排球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人的手背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没办法模拟这件事情，因为他训练资料里面根本就没有力这件事情，他只有长得像而已，它可以长得很像，但是它事实上并没有去真的去模拟那个力啊。可是呢，我们在做实体 AI 的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大量训练数据。刚刚讲过了嘛，对，它没办法单纯的靠这个网络上收集影音，然后做到很好的训练，它可以做到某一个程度，但是有限。它其实需要更多的物理互动数据。那网络上的资料其实已经被爬完了，爬完还是没有用，因为都是文字图片。好，那你想说我们
在工业界有个东西叫做物理模拟器，模拟物理的这个公式，大概会怎么计算？哎，我模拟这个球掉下去呢，它加速度是多少，会弹多高？哦，这我们在游戏里面常看到嘛，游戏有物理引擎，这个这个要怎么飞，飞机要怎么飞啊？它翅膀要怎么拍，那会有物理引擎在帮你算啊。你说这个模拟器可能拿来训练 AI，训练实体 AI，模拟器可不可以？模拟器很不错啊，但是它在数位世界，它有很多东西模拟不到，除非说你真的巨细靡的把所有物理现象都写进去了，不然它是模拟不到那些东西的。它也没有质量，没有摩擦力，除非你说真的都把它写进去，那公式都写进去了，不然它是没有那些实体的复杂的物理变数在里面的。各种连续的力气呀、重力、摩擦力、不可逆的物理损耗，变数太多了。你的模拟器写得完吗？写不完。好，那你的模拟器花了很大力气就写个场景，然后接下来又没办法换到另外的场景，对不对？啊，所以物理模拟器呢，其实它的用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啊。啊，物理模拟器用处其实蛮有限的。那你想说，那我们来实体做实验吧？我们就带着机器人在实体做实验。我们不要模拟器，因为模拟器实在是太麻烦了，然后写一大堆公式在里面，才可以完整的、完美的模拟。那我们现在就有另外一种做法啦，这个在中国那边常看到。要工程师，你看到这个图片，工程师戴了一个这个 VR 眼镜啊，他就来带着旁边的机器人来做事情，他就假装自己是机器人啊，然后自己来操作这个手背，然后做那个事情。那机器人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他就记录下来，哎，我这个手背要怎么移动，要怎么做，他要学起来了。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之前讲过，machine learning 其实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训练资料。那你要这个人做多久呢？做很久，对，你要非常非常多的工人，非常非常多的训练师，然后带来这个 VR 设备操作几千个小时，啊，花费大量时间跟硬体损耗来采集数据，这个成本显然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速度非常非常慢，其实是很没有效率的。这个其实是很没有效率的，对不对？哈，虽然说它可行，但是它用途也是很有限，很有限。好，所以就有一个新的概念就出现了。我们在 VLM、VLA 之后啊，现在大家在讨论就是这个世界模型 （World Model） 世界模型。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是世界世界模型，就是他想说实体机器人很难用试错法去验证自身的推理跟规划，它其实很难验证啊。它很难验证。那它能不能自己模拟真实世界呢？如果说它可以模拟真实世界的话，它可以在这个模拟的真实世界里面去预测动作的结果。好，所以它需要一个模拟环境。它在这环境中呢，它可以模拟车子要怎么开，模拟机械手背要怎么移动，可以拿到这个水杯不会翻倒。它可以做很多种尝试。那在做尝试的过程中呢，它会犯错，它就知道不要这样做。它会做对就记下来要这样做，它就可以累积很多训练资料。这个世界模型呢，就不是只有在说出一个词的，说出一句话，就好像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左边啊，你看这个表格单纯就是一个描述性的句子嘛，对不对？讲说这个玻璃杯掉下去了，依照这个重力掉下去了，然后它破掉了，不是这种表面的话，它可以变成右边那个格子，它讲说，我现在根据怎么样的设定，我这杯子会发生怎么样的运动，它以多快的速度掉下去，然后它以怎么样的方式呢，碎片就分散到各地。这些模型就在模拟这件事情。好，所以这跟刚刚的物理模拟器有点像啊，物理模拟器也在模拟，对不对？可是物理模拟器的模拟是人要去写公式，人要去写公式。那这个世界模型其实不是靠人去写公式，世界模型是靠真实的影片，然后他去把这个力的资讯加进去，讲说我现在给了什么样的力，然后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接下来它就可以预测，哎，我未来如果给什么样的力，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它其实是 data driven 去学习这个物理的变化，而不是靠人去把这个公式写死啊。
所以这个 Word Model 呢，它不是在预测下一个词，而是预测这个动作给定某个动作之后，给定某个动作，这个实体世界的状态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好，那这个东西呢，是目前当红的一个议题。虽然说它还没有说很成熟啊，才刚开始而已，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关键啊，建立泛用机器人的关键。要有这个东西，我们机器人才可以收集大量的资料，才可以在脑中快速地模拟各种动作，然后预测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比较好，比较不会出错。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泛用机器人的关键啊。那它在预测实体世界的变化的时候，它会收集什么资料呢？它要收集什么资料啊？左下角这边就一张图啊，它讲说，哎，它要收集很多蓝色这个是第一视角的机器人的操控资料啊，就刚刚那个第一视角的机器人操控资料，它收集很多这样的训练资料，然后它也会收集很多外面的摄影机拍到的资料啊，收集很多自驾车的资料。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右边这边，右边这个表格，它可以拿到这个 multi model 的 sensors 啊，各种多模态的训练资料、训练来源啊，它拿到很多资讯。接下来它可以去预测，哎，我现在做什么动作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它依照这个训练资料去学。好，这个模型跟刚刚这个模型很不一样，因为它把动作考虑进去了。刚刚那些模型其实是没有把训练资料里面放入动作。其实没有啊，他现在把动作跟结果考虑进去了，啊，所以他可以通过非常长持续的这个视觉跟多模态的互动资料来学习重力是怎么一回事，摩擦力、钢体碰撞是怎么样一回事，它是靠学习的，而不是靠物理公式写进去的，啊，去学习这些力对于实体的影响。好，那这个 World Model 呢，跟物理模拟器的差异，一个是物理模拟器是内部物理公式，精准，非常精准，而且非常稳定，可以预期啊。但是僵化受限，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要靠人去写嘛，对，你人能够写多少呢？你今天写了一个场景，你明天又要写另外一个场景，这样写不完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建立物理模拟器的场景需要花费大量人工，那些复杂的物理特性还要另外计算哦，你没办法把所有力都写进去嘛，对不对？而且没办法建立尝试，你再怎么写也不会学，也学不到说哦，这个桌上揉成一团的废纸是垃圾，你没办法学到这件事情啊。你物理模拟器能够做到的事情时间有限，那你花这么多力气建立物理模拟器，你还是跟不上机器人训练需要的大量数据嘛，跟不上。那 World Model 呢？它是做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它完全不知道物理公式。它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呢，你不需要给它任何物理公式，不需要跟它说这个加速度公式是什么，不需要，你只要给它很多外部数据，好，让它去学习世界动态的变化，然后让这个模型根据背景资讯来猜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例如说，我们看左下角那个影片的截图啊，它现在在物理模拟器里面，不是物理模拟器，在世界模型的这个模拟环境里面，有一面墙壁，哦，一面墙壁，然后就有一个模拟的人，然后去刷这个墙壁，就刷上油漆，他就要预测出来说，哦，这个当油漆刷子靠近这个墙壁的时候呢，我碰上去可以刷出一条蓝色油漆，并且当这个人转到另外一面，再转回来，这个油漆还在那边，他会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他记得整个世界的状态，记得整个世界的状态里面的每个物理的变化。那像右边这张图是穿飞鼠装啊，他记得说，哦，在飞鼠装，它可以去代表空气力学啊，所以它这样飞过去的时候呢，人不会马上掉下去，他会记得这件事情。他是非常擅长去处理这种非结构化的模糊的真实环境。好，所以这边是重点哦，非结构化跟模糊，这跟物理模拟器很不一样，因为物理模拟器它其实就是很僵化一个场景嘛，对。可是在 World Model 这边呢，是你可以给提示，然后它就建立一个模拟环境，这个模拟环境有物理现象，而且这些物理现象呢，它是可以包含复杂细节，所以它的泛化能力可以生成极度复杂而且难以用数学模型建造的场景。例如说，你要怎么用数学模型建造这两张图，很麻烦嘛，对不对？就很麻烦啊。好，那这个模型呢，它可以一边让你讲话，然后一边跟你互动。假如你飞组装往左边飞，往右边飞，好，这个油漆呢往上面刷，往下面刷，它可以支援你的互动，然后去模拟。好，当你往上面刷，往下面刷的时候，这个墙壁会变什么样子？
但是它有缺点，就是因为它是 data driven 的，是靠资料去学习的，所以呢，它的产生的过程中呢，有些不确定性，就是没办法像物理模拟器那样子非常精准，你给它一就是给它一，给它二就是给它二，这个世界模型没办法那么精准啊，它会有幻觉。那你说 Sora 呢？Sora 是影片生成模型吗？对不对？影片生成模型跟世界模型就不太一样啊。影片生成模型是你给它一段提示词，它就生成一段画面。那它其实算的是画面上的统计合理性啊，就是这个画面应该长什么样子，看起来应该要有模有样的。Sora 其实在做这件事情啊，但是像世界模型这种，它其实不是只有在做这件事情，它还要预测这个动作会让这画面有什么改变。例如说下面这张图，你看它就有分析它讲说，哎，这个下面这张图，当我面包在这边的时候，它接下来动作要是什么？它可以讲说，接下来动作是要把这个开关按下去，然后面包呢就会加热，然后过一段时间面包就会跳起来。它预测这件事情，这个不是靠我们提示词跟他讲哦，不是跟提示词跟他讲说，你接下来画什么，接下来画面包跳起来，接下来要画这个开关按下去，接下来要画这个面包冒烟，不是哦，那就不是这个跟 Sora 不一样，Sora 是你要给提示词它才会画。那 World Model 这个世界模型里面呢，它是反其道而行，它是帮你预测看到这个画面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你看右下角它这边就有想说目前在做什么，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合理的结果会是什么啊？那所以它追求某种精确度，只是说这个精确度跟物理模拟器的绝对精确不太一样哦，它是 data driven 的。好，那我们刚刚另外一种模型叫 VLN、VLA、VLM、VLA，它分别都是负责看图说故事。那 VLA 呢是负责这个接受指令来控制机器人动作，产生 action。World Model 呢，这个世界模型啊，不是做这样的事情，它是把所有事情都整合在一个同一个框架里面。它既可以看图说故事，哦，也可以生成图片，啊，它也可以生成动作，它也可以依照这个动作，依照目前的画面呢，决定我接下来做什么动作，预测接下来做什么动作。预测哦，跟刚刚的 v l a 不一样 v l a 是我刚才讲说我要做什么动作，你帮我转换成机器人听得懂的语言。World Model 呢是讲说我现在给你画面，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不太一样啊。例如说，他现在可能看到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可能是你开车在路上，接下来路边突然跳出一个球，这时候你不用指示他，他就有一个预测说，这个球跑出来，所以旁边可能会有人，有个小朋友在那边玩球，他这时候动作是要停车，是他预测，不是你去指示他啊。好，所以我们看下面这排就是这个 Cosmos 这个模型，这个是 NVIDIA 出的模型啊，它就可以做到这些任务啊，生出文字去判断这个画面有什么资讯，生出文字，然后辨认这个物体，或是生出影片，像 Sora 一样生出影片，或是生出声音，好，生出声音，或是呢生出这个 action 的 policy，讲说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action。或是预测当我这个某个动作下去之后呢，画面会怎么改变，或是反其道而行。我刚才讲说，给你一段影片，然后你要告诉我这个段影片里面有什么用了什么动作，让这影片有这样的变化，它可以做到这么多预测啊，所以它是把视觉模型，然后影片生成器、世界模拟器的这个物理的预测。跟这个动作模型全部整合在同一个框架中，它同时可以进行世界模拟跟未来动态预测。这是 NVIDIA 最新的模型，刚上架没多久。好，那我们讲完了许多模型啊，接下来就有一些实际的议题要讨论一下。好，实体 AI 的执行速度，它实体 AI 的执行速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它没办法去等待云端伺服器去帮你决定。你可以想说，我们云端上面有很多大模型，对不对？大模型都非常厉害啊，好，那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实体机器人去跟云端连线？就云端是大脑，那实体机器人本地端这个是小脑，有人负责执行动作就好。没办法，因为很多动作其实都是要在极短时间内就要完成的，完成感知、完成决策、完成行动、
完成调整啊，或者说适应，它没办法去等连到远端再回来，它可能在毫秒级啊，小1秒的时间内就要完成这所有动作，看到马上推理，马上决定我这个手脚怎么动。所以它对于算力，对于这个边缘计算的算力跟散热跟延迟的传输延迟，其实要求是很高的啊。所以说，如果是在做边缘计算的啊，这个机器人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因为它要求其实是很高的啊，也是门槛很高。好，那你想说，最近不是有新闻报道，中国大陆那边有赛跑机器人吗？对，一堆机器人在那快速的跑步，那他们不是都算很快吗？没有，那个其实是另外一种故事，那个跟我们刚刚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那些机器人其实不需要听你去讲什么指令，它也不用做什么即时推理，它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很快的频率去跑步，那跑步过程就随时侦测这个压力，疯狂的输出这个马达指令，哎，我要怎么跑啊？脚要怎么抬，脚要怎么收啊，并且快速让这个机器人保持平衡，因为它有一个 sensor 嘛，知道这个陀螺仪，知道怎么保持平衡，并且持续的向前冲刺。它这个速度其实很快很快，但是它在过程中完全没有我们刚刚讲那些智慧型的行为，它完全不需要。它的速度很快，但是其实很笨啊。所以在不久前，台积电的那个魏哲家就讲说啊，这些机器人其实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就是好看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用，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他讲的是对的，基本上就一个表演用的东西而已，没办法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相提并论。现在真正比较有在落地的，真的比较能够落地的，其实就是自驾车了。自驾车就是实体 AI 一个最重要的落地的范例了。那为什么机器人这么难，但是实体自驾车却可以，这个机器 AI 自驾车却可以上路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动作空间复杂度远远低于机器人，它远远低于机器人，因为你的车子控制只需要方向盘嘛，只有油门踏板，其实就只有2、3个维度而已嘛，要么踩方向，要么踩油门，要么踩刹车，方向盘要么左转，要么右转，就这样子而已，你没有其他的好做了嘛，对不对？好，没有其他太多的动作了。但人形机器人它有几十个关节自由度，你有手指关节、手腕关节、手肘关节，然后你的踝关节等等，你有一大堆的关节自由度，它复杂度完全是不同等级的，完全不同量级啊！所以自驾车可行，而且已经上路了，但机器人呢还早得很呢，机器人还早得很，自驾车已经都可以上路了，像是这个计程车啊，机器人计程车，这是目前最成功而且商业化落地最深的应用了嘛？现在就已经可以上路了。原本可能最早期是一个规则式的计程车，它现在变成一个 end-to-end 的一个神经网络，它自己就决定要怎么开啊。那它车载系统也是很单纯，就可以快速的决定说我这个复杂路况要怎么给啊，要怎么开。但是目前还是有一些问题啊，有些罕见问题比较难处理，罕见情况比较难处理，特别是当你气象很糟糕的时候，这个暴雨、台风啊，或者是这个道路突然在施工，怎么看起来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或是突然有车子逆向啊，突然跑出来，小孩突然跑出来这种极端的罕见情况、极端常轨情况的时候，这个计程车或者说这个自驾车呢，目前呢还是只能采取非常非常保守的策略，就停着不动了，就停着不动。所以它已经上路了，但是还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哈。好，那我们最后讲到人形机器人，大家最关心啊，机器人这个，它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根本不是它要不要像人，而是它能不能在不受控的情境下呢去做我们给它的任务。目前展示很多，可是都在那个受控环境下，都是一个框架下面做它真正有把握的任务，它其实没办法换一个场景。没办法换个场景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它真正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很窄，目前很窄所以未来的真正能够上路，这个能够部署的顺序，可能是还是先在结构化环境中，例如说工厂或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先做结构化的任务，没办法先那么快就到你家了，还需要一点时间的。那目前的那个特斯拉呢，他们有机器人嘛？对，听说他的机器人跟
自驾车是采用类似的神经网络架构，还有视觉辨识逻辑，所以特斯拉自驾车的逻辑就可以有些是可以放在机器人上面，它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来训练机器人。好，那我们的实体 AI 呢就分享到这边。那也很感谢大家过去几周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 AI 的学习，我也自己也学到很多。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再跟大家再多点互动。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透过看是 Bill 还是谁，可以再跟我联络，我们可以再来进一步的讨论。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谢谢各位。这个是最后一堂课嘛？对，这最后一堂，你不要说课啊，最后一次分享啊，这个系列最后一次分享。OK，老板有要讲什么吗？我这个谢谢蔡老师，谢谢蔡老师，谢谢各位了，谢谢，不要叫老师啊，谢谢，来分享而已。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谢谢。OK， 那如果大家对课程有什么问题的话，想要询问蔡老师的话，可以再找我，我在欢迎联络这个蔡老师这边。这样应该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了嘛，对不对 ？OK， 那你这边一样就是一样不要叫 clear down， 这样这边一样是 OK， 那蔡老师谢谢你哦，就是这10堂课让我们对 AI 都比较更了解了。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啊，大家一起学习。如果你这边设1天 ，OK， 就是那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就先到这边。好，那就到这边喽，那我就先下线喽。好，谢谢，拜拜，拜拜。又拜拜，谢谢蔡老师，好，谢谢，拜拜。这样可以吗？